只要提出有可能加息，美股就死命看。那昨天晚间美国议息会议再次提出了通胀风险非常大，有继续加息的可能性。那么美股出现了一个继续的下跌，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美股在昨天下跌了0.52%之后，在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杀升阴线。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8月2日走出悟空阴线，然后是8阶阴线组一些干扰性 K 线之后，在昨天走出杀升 K 线。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可能会看到继续的一个下跌过程，最终完成一个对称性的涨跌。但我们仍然在多头方向上，可以明显的看出，经历了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美股在趋势上是一个多头趋势。那么经历了震荡行情和昨天的一个杀升阴线之后，虽然有机会出现日线级别的对称性的调整，但是周线级别对于美股来说，我们仍然看到了7月10日走出了悟空阴线和7月17日这周走出了8阶阴线8阶阴线没有被杀死之前上方周线级别是有可能走出闪增阴线和唐僧阴线的，最终呢让美股迎来突破36952点的一轮牛市。也就是说，目前因为加息带来的风险已经在昨天得到了一定的释放。那么未来趋势上，我认为美股仍然是一个上涨的趋势。在长达1个月的调整过程当中，我们提到了比特币目前处在一个下跌收敛三角形过程当中。这轮下跌收敛三角形呢，我们可以用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给它画出来这个非常明显，可以构建出这样的结构。在这样的结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不断接近焦点。我们认为焦点和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是一个变盘的区域。同时呢，在行情当中，我们也看到了7月14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8阶阴线。那么今天正式走出了一个杀升阴线，证明行情正在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过程当中。我们一直给出的目标点位呢是在28000美金，这里是一个日线级别调整过程当中的一个目标点位。那么在大周期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在6月19日已经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悟空阳线。更正一下，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上方是有8阶阳线、杀升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所以呢，在周线角度上是一个多头的趋势。那在更小的次的时间级别上，在日线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调整时间非常漫长，从6月23日一直调整至今几乎长达1个月的时间。但这1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震荡行情当中产生的妖怪 K 线。主阴线只有3根，分别是7月14、7月24和今天今天是一个杀升阴线的过程。那么在未来，我们认为到达28000美金之后，日线级别将会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位这条支撑线呢，就是由169均线和144均线缠绕形成的，特别是169均线将在28000美金构成一个非常关键的支撑作用。如果这个位置上不跌破的话，会产生非常大的反弹。这里的反弹呢，我们看到第一轮行情打到169均线之后，反弹幅度是59%，第二轮行情它的反弹幅度是28%左右。所以呢，目前行情已经进入到关键时刻。第一个关键时刻呢，是因为美股的下跌过程让比特币的下跌得到了加速，但是它的时间级别仍然是日线级别的。第二个关键因素呢，是当前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已经进入到了复杂变盘的关键时间点。如果能够到达28000美金得到支撑的话，上方空间将会被打开。同时我们看到在行情当中经常会出现平行结构经常会出现这种平行结构。那前面这轮行情我们看到它形成了一个蓝色线，这里标识出了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那么这个蓝色线的收敛三角形呢，同当前近1个月的调整过程形成了一个相互对称、相互平行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有一轮反弹过程，反弹的幅度我用反弹的幅度是28%，我用白色线标示出来。这里的反弹过程是50%以上的反弹。那么走到169均线之后呢，就有机会在日线级别上形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出现从6月中旬到6月底的这轮平行结构的反弹所以呢，今天晚间非常关键，可能美股会继续下跌，带动比特币到达169均线28000美金附近，但这个位置绝对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抄底的位置。
但是无论怎样，我们即使有当前的这样的技术手段，也应该在进场之后设置止损，分仓进场，让自己本金安全的情况下，最终呢才会迎来未来我们可能看到的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利润啊。注意观察，周线级别上涨吸油是由6月19日的这根巨大的周线级别阳线展开的。那6月19日这周呢，我们看到一周的振幅就达到了接近20%，19.97%，涨幅达到了15.68%。所以呢，行情走到关键性的近交点附近，是在多空两个方向都存在非常重要的机会的。我们这2个交易日提到了 RUNE 仍然处在一个上涨的趋势过程当中，比特币出现回调，我们看到受到影响的币种非常之多几乎达到了99%以上。但是我们提出的这种强势币种这是由我们 AI 自动学习的机器人给出一个范围非常窄的范围，然后人工筛选出来的然后我们前2天课程当中也在公开频道对 RUNE 做出了解读。目前它是50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了169均线、144日均线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多头结构。在这样的多头结构当中，底部出现了量价齐升所以呢 RUNE 是目前市场当中非常强势的币种。虽然我们看到今天它的调整有1.08%，但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低开之后的阳线低开之后的阳线才让它涨幅是负的1.08%。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它的价格非常稳定，超越了很多强势的山寨币也超越了很多主流币。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在结构上已经在1.5美金附近形成了一个4次的等位置波峰。那么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一旦出现等位置波峰结构上方容易走出新高。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呢是周线级别上容易走出一轮行情。目前呢，对 RUNE 来说，周线级别有悟空阳线、八戒阳线。那么下周和再往后的行情当中，容易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因此呢，给出的目标点位是2.2美金以上。那么可以看一下今天的多空数据非常惨非常惨。我们在早盘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多头币种的，包括15分钟级别上都没有多头币种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看到 AKRO 出现了一个多头的信号。那么其他3个都是包括15分钟这个级别上都是 BNB 档、BTC 档、ETH 档这种3倍做空的现货。所以呢，大多数币种都处在因为美股下跌导致比特币出现沙僧阴线最终导致山寨币集体崩盘。当然了，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山寨币集体下跌已经提前1周左右出现所以呢，我们虽然观察到很多优质的山寨币有启动信号，比如说前面行情当中提到的 PEP 有了启动信号，并且呢在结构上符合我们 K 线吸油战法当中第2部分4象战法当中的一个结构性我们看平行结构，下跌的平行结构容易出现近焦点反弹之后的上涨的平行结构，即使如此也被主流币的下跌行情带了下来。所以呢，我们在前2天已经做出了一个主动性止盈这个主动性止盈呢，是为了避免主流币带崩山寨币出现大的回调吞噬我们利润，我们做出的主动性动作在行情当中更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要在这个行情里面带走多少。一旦行情出现系统性的风险，一定要减仓，把这个利润保存下来。但是呢，还要留一些底仓，观察行情波动之后在合适的时间再把仓位补回来通过仓位的控制更容易把握趋势上的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主页右上角找到我这本书的购买链接。感谢大家，再见。